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魔方新出的这款改版后的小爵士，盒子包装是小小的，就这么点儿。纸品说明书、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全部的内容有这么多。魔方的爵士，你别看它个头小啊，里边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。组合一下，插起来，尖头的那个喇叭，然后是尖炮。手里拿的枪，两个动手的替换键，非常小的两张替换脸，还有4个更小的腰炮小喇叭。好，这个东西玩的时候不要丢了。这两个零件在原先的爵士上边，通过燕尾插槽跟这样扣在一起，填补胸下方的那个窟窿，配合这4个小喇叭，把它插上去。当时设计出来算是一个多功能的配件。但现在改完版以后就不需要把它填补到胸口下方了，只插腰就行。来看小车的实物，涂装方面做的还是挺漂亮的。小小的爵士车型都没啥问题，车窗这一圈是透明的零件，后边这里是涂的金属漆，上边的彩色条纹以及轮上边的一些涂装。底盘变形到位，推车滚动还是很丝滑的，这些缝隙对的都是很齐的。魔方啊，聪明就聪明在它使用了尼龙的材质，尼龙就很软嘛，但是它又设计了非常多的燕尾锁来把这些筋都揪住，所以一体性会很好，这些缝隙对的都特别的齐，算是一个老玩具的再版。那我们也是来开始变形，看它修正完以后的效果怎么样。首先我们把这两个尾翼撬一下，拉出来以后再往上折，里边有一个滑道，接着后边这块白色的板子左右给它分开，记得先拆这边，中间是燕尾锁，90度立起来。车门打开，根部也是燕尾插槽，这就是揪着筋的地方了。延展开，2个玻璃翻下来，然后我们顺着这里边再打开，又是燕尾锁。上下半身现在拉松。腿部左右分开，顺着这一块 Z 字折叠，先把白色的零件腾出来空间，里边的角拉出来。根部这里啊，其实是有一个滑槽的，我们要先往外推到底，把这个空间全部的解放开。其实呢，尼龙的零件啊，柔韧性很高的，你就算不拉这个滑道呢，别也能跟这么别过去啊。但是正常的变形应该是把这个滑道拉松，释放下来，跟这个白色的零件拉开脚丫子，让一个位置换过来它的方向。裙甲这里稍微的撬开，我们把腿部打开。这一片在腿部扣合的时候，里边有一个3角凹槽，刚好掐这个腿的造型。然后把脚尖旋转180度拧过来，90度放正。外侧的这一条，我们把轮子向下旋转，旋转到底以后，根部有一个挡肉的小零件边折进去。好，这2个方向我们搞定了。前腿板旋转打开，把里边的翻出来，再往下拧正。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侧面的扣子和燕尾插槽，把这滑道推回去，跟它锁住。外侧的腿部再包下来，这里又有插扣，固定，结合，脚踝归位。那一条腿我们就整理好了。上半身这里，这就是改动的地方，新加的零件了。这儿有一个灰色的盖子，也就不需要那个填补的零件了。脑袋这里的凹槽刚刚好沿着这个缝隙卡住，打开它，90度，然后再把手顺着里边抠松，解开，拉一下，顺着这一块打开，然后把脑袋从里面钻出来，先提到外侧去。再把这块面板对折，放过来，再盖住脖子，然后胳膊往出解放，撸直这一块
翻起来，手旋转180度，拧到正确的角度上，肩膀归位，这一块再旋转到正面。注意变形的时候，塞到车底必须得按这个造型，才能很好的贴合进去。好，两只胳膊变好。接着打开肚子，这里边有一个盖板，把这一块提出来，拼齐。这个板子呢，我们现在其实就横着先放在这里了。然后两个肩膀立起来，注意肩膀侧面这里有2个卡槽，也是燕尾锁。轮子折进去，就可以通过后边的关节往下压，这边90度折过来。把上方这里的2个燕尾插槽顺着轮子侧面这里的扣点插进去的，两面都锁好之后，顺势下方这个板子把这一块也就贴齐了。舍弃掉了原先插拔替换的零件，这回直接加了一个盖板，能把原先的窟窿位置挡住，并且原先这个是黑的啊，换成了灰色的零件以后，和腰部的颜色也统一了下来。最后一步，考虑一下是做G1造型还是漫画造型。G1造型的话，打开小翅膀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边缘折叠进来，然后就可以向下旋转，藏到背包里面去。肩炮和枪一插，这款小爵士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要说魔方的这款爵士啊，在小比例圈子里边还是非常受欢迎的，2个形态的还原度非常的高，而且在原先位置这一块是玩家挺诟病的一个地方，唯一的一个毛病就是这儿的一个缺失。原先的解决办法，用这2个替换零件填补一下空洞。虽然能解决这个窟窿的问题，但是治标不治本。变形金刚玩家还是我觉得更喜欢一体变形的多一些吧。而这一次呢，彻底的把这个问题釜底抽薪改掉了，加一个盖板的事情，而且现在这个颜色腰部看起来也更好看了。非常的不错啊，改的非常重要，所以咱也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它做成全甲的喇叭包了。原先的这款产品，其实在爵士这个角色的塑造上边已经能做得非常不错了，而这一回改了一个玩家最痛苦、最诟病的地方，确实也能让这款更上升一个台阶。突然之间我有一种预感，加这个盖子，改这些结构。这个魔方是不是想把爵士也放大成 MP 的身高啊？毕竟他们之前已经做了混天豹了、擎天柱了这些，这个爵士的底子是非常好的。如果说放大了以后，尺寸增加了，能在细节上边再进行一些精进和优化，就像混天豹这些、擎天柱这些，能把一些位置都改得更符合大比例这些审美的概念，以及多出来的空间能做更多的零件，增加它的还原度。那这个市场应该会更受欢迎吧。另外啊，现在我看还是有一些玩家诟病魔方的这个飞边问题，那只能说没办法，想要尼龙的这种柔韧性，你就要照顾到它颜色不好上，这些漆都得烤上去，还有就是发污的这种发色感，它不会闪闪亮亮的。再有就是，也是因为料子软，韧性太强了，所以在注塑的时候啊，需要高压挤出去的时候，它在模具的夹缝处肯定会滋出来一些。而机器切割呢，也切割不了像 ABS 那么细致。ABS 脆的时候啊，那水口飞边一刀切就切下去了，尼龙肯定会拉丝儿的，或者说有的东西就挤在那个缝隙里边清理不干净啊。你如果说一个一个用笔刀削的话，这个人工成本确实很高。但是尼龙的好处，把玩随意变形，尤其对于这种小比例的玩具，分件量这么大、板件这么薄的一个内容上边来说，我个人感觉用尼龙还是更靠谱一些吧。所以也是万物有利就有弊，大家觉得这一次再版的爵士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吧。